各位同學大家好，現在我們看的這一題是1982年台灣的大學聯考理組的考題，非選擇題第一題。他說呢，假設從區間-5到5，這是一個閉區間，然後呢當中任選一個實數 x， 然後呢要求這個不等式這個實數 x 呢滿足這個不等式，這時候的幾率 p 是等於多少？那同學，這題呢是一個幾何幾率的題目，就是呢我們樣本空間呢，你可以把它看成這個區間的長度。那我們等一下呢，我們要求滿足這個對數不等式，那它的解呢，我想也應該也是一個區間啦。那最後呢，你就是把這個滿足這個不等式 x 的範圍當做一個事件，那它的一樣有個長度，那我們就把它看成是我們的事件，它的這個長度呢，去除以樣本空間的長度呢，就可以了。這是一個幾何幾率的題目，所以呢，首先呢，我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樣本空間呢，你可以把它視為這個區間的長度，那當然就是5去減掉-5等於10。好，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對數不等式這個對數不等式呢，我们来解它。log 以14為底，然後我的真數是 x3次方減掉5x， 再加上12，然後呢小於1。那解這個對數不等式呢，當然呢，同學你們一定要先特別注意呢，它的真數是一個未知數。那在對數裡面有一個天然的限制就是呢，我的真數一定是要大於0的。所以同學，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在真數大於0的情況之下，這個 x 的範圍是等於多少好，所以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如果 x3次方減掉5x加上12大於0，好，這個真數呢必須要大於0。那這是一個3次的不等式，所以呢，我們可以用這個牛頓定理整係數一次因式檢驗法去檢查它有沒有一個有理根有沒有一個有理係數的一次因式好，所以呢，這邊同學們可以用綜合除法去檢查一下10-5加12。那我們知道呢，如果它有理根的話呢，它就是因為我的領導係數是1嘛，所以呢，它這個常數的部分這個一次因式的常數的部分，顯然會是12的因式的因數正負2正負6正負3正負4正負1都有可能所以同學們可以篩選一下，正負1不可能。那我們來試看看這個正負2跟正負3。那同學你稍微做一下嘗試之後呢，你可以試出來這邊呢有一個一次因式就是 x 等於負3。然後1負3，然後呢負3，這個加起來是9，對不對？然後呢再加4負12，然後這邊呢就會發現這會整除所以呢，這可以因式分解成 x 加3，再去乘上 x 平方減掉3x 加4，再大於0。那後面的這一塊這個二次因式呢，它的判別式是小於0的，判別式9減掉16是小於0，所以它是橫正。這一塊是橫正的，所以呢，我們可以不把它列入我們的不等式的根的參考，直接可以把它去掉。所以呢，你就會發現，如果呢今天要真數大於0的話，我們得到的第一段範圍呢，就是 x 呢必須要大於-3。好，這個一定要是最大的前提好，再來呢，第二個呢，我們就可以來解一下這個對數不等式了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1呢，我們一樣可以同時化成底數相同，通通化成以14為底那它的真數就是14。那因為我的底數是大於1所以呢，真數越大它的對數值就越大，所以你可以去掉前面的真數，那變成 x3次方減5x加12小於14。好，我們把它移項過來，那這邊就變成減2了減2小於0。那一樣，它又是一個3次不等式，我要想辦法找它的有理根。我們一樣可以用綜合除法，看一下有沒有有理根通常這樣設計呢是會有理根的，不然我們非常的難找。那這邊呢，同學可以再試一下，應該可以試出這個-2這個根，那它的有理根比較少所以我們很快就可以試出來。正負1不可能，所以正負2你很快就可以試出來了。然後1負2，然後呢負2 4然後這個是負1，然後呢再正2是等於0，所以呢我就可以因式分解成 x 加2
再乘上呢 x 平方減掉 2x 減1小於0。後面的這個二次因式呢，我們可以在無理數下面再去做因式分解它有2個根，分別是 x 等於 2a 分之負 b 正負根號 b 平方減 4ac 所以是8，所以呢是1正負根號2。好，所以我們就再往下分解 x 加2，然後呢 x 呢去減掉1加根號2，然後呢 x 呢再去減掉1減根號2，好，小於0。好，那我們利用這個高次不等式，然後它是小於0，我們就畫一個簡圖，在數線上畫個簡圖，比較這3個根的大小，那顯然是負2是最小的啦，那1減根號2是第二小的，1加根號2是最大的，所以呢，我的3次函數呢，它通過這個 x 軸上面3個點，那我最後呢是要小於0的話，就是這負的部分。那同學這時候呢，因為呢我們最後呢是要看一下滿足這個不等式它的區間長度嘛，因為我們用的是這個幾何幾率，那所以呢我們這邊可以順便把 x 大於-3這個條件呢把它加進來那 x 大於-3，然後所以呢你會發現我們最後呢滿足題意的區間就是-3到-2之間，還有1減根號2到1加根號2的這個區間，所以呢，我們這個滿足條件區間的長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事件 A， 那就是這個第一段呢是1-2去減掉-3，我們大減小這個第一個長度是1，然後呢第二個這個長度呢是拿1加根號2來去減掉1減掉根號2。那我們稍微整理一下，那前面的這個是1，那後面的這個是2根號2好，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滿足這個對數不等式的解的區間的長度，總和就是這麼多。好，那最後呢，我們當然就是跟古典幾率蠻像的，雖然它是幾何幾率，我們只要把這個樣本空間的這個長度呢放到分母，其實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後一步，我們的 P 就是把它看成 NS 分之 NA， 好，這是一個幾何幾率，所以呢，分母就是10，分子就是1加上2根號2。好，那事實上这個幾何幾率就是一個比值就是呢，我們可能發生的區間，在所有你限制的區間之下，它的比例是多少我們就可以算出最後這個答案。